张凌赫拒绝二番背后真相，25岁前拼命才有未来。张凌赫拒绝二番背后是娱乐圈残酷的生存法则，片酬腰斩，广告缩水，25岁后资源断崖式下跌。他孤胆扛起3部爆款男主，用数据证明制作精品，这不是狂妄，而是资本博弈中的底线捍卫。张凌赫拒绝接二番，这消息一出，圈里炸了锅，有人立刻给他扣上耍大牌的帽子。其实吧，这背后藏着的是生存的真相，名字排第2，那可不是随便换个位置那么简单，片酬直接腰斩，植入广告费从40万掉到20万，就这么点钱能养活几个跑龙套的小角色？这经济账怎么算？平台不给面子，品牌方更是铁了心不买账。你要是不拼这一把，到25岁以后资源就像断崖上的雪一样，说没就没。说起来挺魔幻，有几个月前，他居然一个人扛起3部爆款剧《风雨朝长陵》和《白日提灯》的男主角重任。在当下流行双男主、群星闪耀的大环境下，他敢单挑 C 位，不带任何新人抢戏，也不分光环。你别说，这操作听着有点逆天，但数据摆在那里，播放量节节攀升，观众投票也刷刷上涨。这信任不是导演组瞎演，而是资本用数字砸出来的硬通货。合同细则那块我差点笑喷，首播集均播放不到4000万，要扣15%片酬，超过6000万，还能拿20%的奖金和自动续约资格。简直就是赌桌上的全押，只不过筹码变成了演员未来饭碗。如果表现不好，钱包瘪得连脸都抽筋，更别提明年的项目了。反之，一炮打响，那奖金加持让人兴奋剂打满格，从此市场话语权牢牢抓在手里。有人跳出来喊，这对艺人太苛刻啦，人家也是血肉之躯。双引号。但现实往往比电视剧剧情还残酷。不管你粉丝多牛逼，背景多硬，如果转化不了商业价值，再帅气也只能算作镜花水月。这事儿其实是明星个人品牌和资本博弈的大戏。一旦名字挤不上一番席位，你在整个经济链条里的份额马上缩水，就跟球场上1号选手被迫坐板凳似的。再卖力训练也难回核心阵容。讲真，名字排名看似小事儿，却暗藏玄机。当品牌商看到某人的名次蹲在第2梯队，他们脑袋瓜嗡的一声冒出一句：这火候还不够，我们的钱包不能开太大。双引号，预算直接腰斩，本来丰厚合作瞬间变成边缘角色养家糊口费。从理性投资角度看无可厚非。可谁保证这个剪刀脚不会误伤那些潜力股呢？再拉回去看看那3部重量级作品《风雨朝长陵》和《白日提灯》，每一部都要求演技在线，流量爆棚。而且让人震惊的是，他们毫无保留地将焦点压在张凌赫身上，没有半点拖泥带水。这种孤胆英雄式信任感，不是一时冲动，是过去几年扎实积累的人气和专业实力写照。他团队懂得资源枯竭意味着啥，所以才敢签这种高风险高收益合约，用铁一般的数据告诉合作伙伴，我们制作精品。双引号，外界不少声音把他的不接二番理解为自视过高或者耍脾气，其实正好相反，这是艺人在资本夹缝中划定底线。当年轻演员盲目接受次等位置，无异于慢慢蚕食自己的未来，把有限的人气稀释殆尽，好比冬季里的花朵被冻死摇篮里。拼这一把更像场上跑步追求，一旦过了25岁的红利期，大多数年轻演员都会陷进资源荒漠，即使曾经辉煌，也可能沦为别人故事中的配角或传说。奇怪的是，即便那些大腕老戏骨，有时候也未必愿意绑死自己去冒这样的险。我记得之前一档节目曝光，一位资深演员因合约纠纷选择退出舞台，
原因竟然也是害怕成为流水线上的零件。不过娱乐圈毕竟是战场，比起安逸，更刺激、更危险、更值得期待的，永远都是不断挑战极限的人才能享受荣耀滋味。最近还有一家叫稻草熊的平台玩出了类似新规则，平均播放低于4000万扣薪15%，破6000万奖励20%。听起来犹如刁钻考核，但实际上倒逼内容质量提升，每个人必须承担压力，否则没人掏钱买单。在信息泛滥、注意力碎片时代，没有标准筛选机制，又怎拦住劣质内容横行？当然，对于刚踏入江湖的小鲜肉来说，这严苛环境确实堪称炼狱。有评论甚至批评，这是提前送他们进入激烈淘汰赛。但透彻了解娱乐圈底层逻辑后，会发现，这既是一道门槛，也是催化成长良药。心理素质、抗压能力这些东西，只能通过真实考验淬炼，否则迟早被浪头拍死。再美丽也是昙花一现罢了。现在行业彻底告别靠关系吃香喝辣，全凭数据说话，站不上 C 位，即使偶尔蹿红，也是弹指即逝。而张凌赫坚持一番，并非狂妄自负，而是清楚只有真枪实弹撑招牌，才能赢得资本认可，实现长期共赢。他是在成人世界玩的赌场游戏，胜者荣光无限，败者寂寞归途，无依无靠，只能默默等待下一轮敲门铃，是否还能挺胸应答？顺嘴吐槽一下，你有没有发现体育圈同样遭遇类似困境？比如林书豪，当年亚洲火遍天际，各路代言蜂拥而至，如今稍微跌落神坛，同样面对赞助商冷淡甚至断供局面。这说明现代社会对人才需求越来越及时且残酷，无论影视还是体育，都逃不开数字经济时代强势的数据魔咒。所以，人红不是万能，但没人红寸步难行，尤其这块节奏，一切皆数字化衡量成功与否的新纪元。不知道你怎么看？是不是觉得如今这个社会对明星的评价标准也特狠了一些？